1991年，当宗庆后用奖金和魄力征服了2000名国企老员工，准备大展宏图时，宗庆后完成了从下放知青到厂长的转变。此时的宗庆后在拥有权力的同时，一直让这位企业家难以释怀的，就是这代人曾经下放这段日子，导致他们低学历。中国这个年代的企业家不缺乏胆识，不缺乏敏锐的商业嗅觉，但他们这一代人往往都会极为在意学历和知识。宗庆后曾在采访时说：“我学历不高，但靠勤劳、靠实践成功了。”其实这在心理学上是一种自卑感 （inferiority complex）。这的概念来自于阿德勒个体心理学。比如1945年出生的宗庆后和1944年出生的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他们都属于同龄人，也都是在中国攫取了大量金钱名利双收的中国企业家。同样的历史原因导致他们在学历上都有所遗憾，他们通常会拿自己和后来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比较，在心理上是我不如别人，这就是心理学上情绪性自卑。而且这一代赚到改革开放第一桶金的企业家格外重视子女教育。华为的任正非、狗丁猫会为您单独讲述他的核定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90年代，宗庆后在获得权力和金钱后，他已经开始要弥补自己人生中学历这块的心结。他渴望娃哈哈能引进更多新鲜的血液，也就是改革开放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娃哈哈能进入现如今的双面帝国模式，一切源于宗庆后亲自参加的一场招聘会。在20多个应聘者中，他一眼就挑中了毕业于浙江大学的一位女生。宗庆后当时不会想到，他亲自打出的那通录用电话，不仅是为娃哈哈招来了一名精明能干的党委书记，更是为自己的人生和整个商业帝国谱写出一段长达30年的关于情感、忠诚、利益与背叛的复杂乐章。一个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阳光下扩张的商业帝国，而另一个则是在遥远大洋彼岸的美国，中国政府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桥头堡同步壮大的私人家族帝国。从这位女生到来的这一刻，白夜行的两个帝国即将双线并行。杜建英是浙江大学仪器分析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浙江大学是中国大学第一梯队的综合类顶尖大学，当时的大学生含金量很高，被称为天之骄子。更何况毕业于名门中的名门，这也直观地说明杜建英的个人能力和认知已经远超当时的同龄人。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家国企做技术员，在中国捧上了当时人人羡慕的国企铁饭碗，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而且名校本科毕业的他还拥有宝贵的干部身份。但在当时几乎所有国企都亏损人浮于事的年代，中国的国有企业员工他们的状态依然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直生活在国企。以杜建英的学识和认知，天空才是他的极限，他不可能甘于在国企这种地方混吃等死、碌碌无为。这里特别向观众介绍一下中国的国有企业，当时的国企都有自己的厂区，厂区内会设置托儿所、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医院。毕业后可以由父母托关系或者通过顶职的方式在厂里继续工作，这就是中国国企近亲繁殖的圈子文化。中国的国企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观察样本，他们垄断了全国最好的社会和经济资源，但几乎全部都处于亏损状态。同时，中国的国企也是贪污腐败的重灾区，这种非常有鲜明特色的企业一直在中国存在着并延续。比如名存实亡的坐落于中国省会武汉市的武汉钢铁厂，占地面积一度达到10.95万亩。这座钢铁厂就是中国国有企业人浮于事的典型代表。厂区内除了没有火葬场和坟地，从进入的那一刻开始，大部分的人就已经知道自己死时的样子。他们就像一个个机器上的零件，被托关系安排到固定的岗位上，用纳税人的钱维持着这台机器吱吱呀呀的转动，直到哪一天中国政府突然觉得这台机器应该停止运转。杜建英进入国企后也不例外，过上了每天喝茶看报、嗑瓜子聊厂区八卦的混吃等死生活。
对于一个有想法、有抱负的名校毕业生来说，这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不是安逸，而是煎熬。就在杜建英浑浑噩噩地度过自己职业生涯的时候，势头正猛的娃哈哈在全国发布了招聘启事。不满现状的杜建英参与了这次改变命运的招聘会。面试结束后没多久，他就接到了宗庆后亲自打来的电话。你好，你是杜建英吗？我是娃哈哈的宗庆后，你10天内就到我们厂里来上班吧。杜建英当时对自己被录取并不感觉到任何意外，她的自信和超过同龄人的稳重也是吸引宗庆后的重要加分项。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年代，跳槽远非今天这么简单。这里我们必须解释一个充满时代特色的词——调动。当时的中国，个人档案、户口、福利，甚至社会关系都和单位深度绑定。离开单位，尤其是干部身份，这不是辞职，这是脱离组织。如果你的领导不同意，你就寸步难行。杜建英的领导对于他的这次调动就是不同意，甚至不同意他辞职。结果，在自己所在国企领导的百般刁难下，杜建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直接豁出去了，连干部身份都不要了，不去原单位上班，直接走人。这种魄力深深地打动了同样对自己狠的宗庆后。见到杜建英的第一天，宗庆后就带他去和台湾商人谈判，一直谈到深夜10点多。改革开放初期，台湾商人秉持着祖国统一、同文同种的理念，对于当时的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能争取到台商的资金支持，是娃哈哈发展的重要一步。这位能力出众又深得老板信任的女性，迅速进入娃哈哈的权力核心管理层。她凭借自己的出色业务能力和宗庆后的个人赏识，出任了集团党委书记，同时兼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在中国，办公室主任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工作岗位。狗丁猫在这里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办公室主任。这是一个来自于国企的很有特色的工作岗位，在企业里不是最高领导，但因为文件都要经过他，信息要经过他，所以往往手里有很强的信息权和协调权。这个岗位和异性领导之间通常会出现一些符合中国特色的国企办公室暧昧，因此很多领导为了避嫌，都会选用同性作为办公室主任。但杜建英的个人能力确实是他能在娃哈哈拥有一席之地的原因。娃哈哈的管理模式是宗庆后一人独断的家长式管理，没有设置副总职位，所有人都直接向他汇报，这让负责上传、下达、筛选信息的总裁办公室主任成为了帝国的内廷总管和机要秘书。但真正让这场关系变得复杂，让杜建英成为日后影子帝国女主人的，是发生在办公室之外的故事。据后来大量的媒体报道和现在这次海外财产争夺战来看，杜建英与宗庆后逐渐发展出了超越工作的情感关系，他们2人最终在美国登记结婚，成为了宗庆后的2房太太。如果要为娃哈哈的家族纷争史寻找一个原点，那一定是1996年。这一年，3条命运线在美国加州的上空，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交织在了一起。第一条线是14岁的宗馥莉，初中刚毕业，他就在父亲宗庆后的安排下来到美国加州的富人区圣马力诺。表面上看，这是当时典型的中国富豪精英培养计划，但魔鬼永远在细节里。当时陪同宗馥莉去美国并担任他法定监护人的，不是宗馥莉的亲生母亲施幼珍，而是娃哈哈党委书记杜建英。而更具戏剧性的是，当时的杜建英已经怀有身孕。宗馥莉作为一个14岁的女孩，在最需要父母关心的青春期，却被父亲交给了一个亲手撕裂自己家庭的女人来监护。这种被流放和监视的经历，让她提早学会了察言观色，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意图。在他当时幼小心中埋下的是对人情关系最根本的不信任和对父亲宗庆后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从心理学上看，青春期是建立我是谁的关键阶段，也就是身份认同 identity formation 如此复杂的家庭关系，宗馥莉会变得更敏感，
对于人与人的关系会更加谨慎。宗庆后和施幼珍作为亲生父母，并未能在此期间陪伴，身边的监护人与家庭关系又如此复杂。作为一个14岁的女生，她的认知是无法理解的，这会造成依恋模式不稳定。安全感和依恋 （Attachment and Security） 理论提出，这种情况下长期成长，孩子容易在成年后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保护，不轻易接受他人物品，也很难与人建立深度关系。在日常行为上，对外界高度戒备，这也在宗馥莉成长后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二条线是杜建英和他腹中的孩子。同年，他在洛杉矶生下了他和宗庆后的第一个儿子，取名 Jackie Zong， 也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宗纪昌。据熟悉宗庆后的人表示，他有很深的封建帝王思想，重男轻女，一直渴望有个儿子继承自己的家业。因为中国推进实行全民计划生育政策，他和原配施幼珍只有一个女儿。宗庆后极力在中国公众面前维持他爱国企业家的形象，只能在大家面前表演人设，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杜建英赴美生子可以说是宗庆后为了延续香火，精心布下的一颗棋。杜建英和宗馥莉的关系可谓非常复杂，在培养成才方面，杜建英也是有他的私心存在。宗馥莉就读于 San Marino High School 圣马力诺高中，这所高中是美国公立高中，确实在华人富豪圈子里也是比较出名。但是宗庆后不是一般的华人富豪，杜建英的认知应该也很清楚这所高中和美国更好的私立 Concord Academy 康科德学院的差距。他将自己和宗庆后的儿子送到了顶级私立学校康科德学院，师生比康科德学院是1比6，一个老师对6个学生。圣马力诺高中是1比20，毕竟是公立高中，师资配比已经不在一个数量级。以狗盯猫的经验，康科德学院主要是经济实力和知识储备都具备的家长，为了自己孩子冲击常春藤的预备役。截然不同的高中选择，也注定了宗馥莉进入了 Pepperdine University 佩珀代因大学。这是一所私立大学，也是一所华人富二代云集的大学，主要生源是美国西部华人企业后代接班人。而宗纪昌进入的是 Cornell University 康奈尔大学，常春藤名校之一，胡适、林徽因、李登辉、蔡英文都是这所大学的校友。作为宗馥莉在美国读书的法定监护人，说杜建英没有一点私心培养自己的儿子接班娃哈哈，于情于理都站不住脚。第三条线则是宗庆后本人，他用一个他自己觉得看似完美的安排，试图同时解决长女培养和幼子出生2个问题，但他可能从未真正理解这种安排对一个14岁女孩意味着什么。女孩的心理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种看似合理但实则缺乏基本常识的安排，也为日后宗馥莉与二房杜建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提前30年埋下了祸根。宗庆后对于宗馥莉青春期情感的缺失，也是宗庆后决定让宗馥莉进入娃哈哈管理层的原因之一。这是一种补偿，但她应该想象不到从地狱里走出来的复仇女王，在她去世后会将对她一手创建的娃哈哈帝国和她自己缔造的爱国企业家人设砸得粉碎。就在宗庆后紧锣密鼓布局他的家事同时，一场国事也找上了门。90年代的中国对外资有着近乎崇拜的迷恋，能与世界500强合作是地方政府的政绩，也是企业自身实力的象征。1996年，法国饮料巨头达能带着4500万美元的投资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向娃哈哈发出了联姻的邀请。双方在商谈后很快达成合作意向，成立了合资公司。达能出资4500万美元加5000万人民币的品牌使用费，占股51%。但合作一开始，达能希望将娃哈哈这的价值连城的商标彻底买断，归入合资公司名下。这的要求，宗庆后内心深处是不同意的，但是他自己为了获得个人的最大利益，周旋在娃哈哈、杭州市政府和达能之间。他巧妙地利用民族品牌4个字，让国家商标局驳回了这次商标购买。中国的商标和版权机关在日常工作中是基本无所作为的衙门机构，但是一旦在对外的时候，他们无条件站队中国企业。宗庆后在当时的年代充分利用了保卫民族品牌的舆论优势，当时已经有中华牙膏等民族品牌在与外资合资后日渐式微的先例，这让中国政府非常警惕。
无奈之下，双方只能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合资公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拥有娃哈哈商标的独家使用权，同时合同里还写下了一条致命的竞业禁止条款。除了合资公司，任何第三方都不能生产与娃哈哈主业有竞争关系的同品牌产品。此条款为日后的达拉关系的决裂埋下了最关键的法律炸弹。宗庆后是什么人？他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混乱的中国商业时代缝隙里生存下来的草莽英雄。他很快就发现了这的合资模式的命门。如果所有利润都进合资公司，那51%都要被外方分走，他自己的家族又能得到什么？他认为娃哈哈是他一手打下的江山，那就是他个人的企业。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下，中国的企业家都具有不安全感。他们大多数也都喜欢一言堂，并不习惯现代化的管理思维。宗庆后也绝不能接受为别人做嫁衣，于是他施展了在中国商界反复上演的经典操作——体外循环。他通过杜建英和自己家人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地注册了大量离岸公司。这些公司再以外资身份回到中国，成立新的独资或合资企业。这些企业表面上是娃哈哈的供应商或经销商，实际上都由宗氏家族100%控制。这些影子公司生产着和娃哈哈主业一模一样的产品，比如纯净水、八宝粥，然后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娃哈哈合资公司，或者自己直接对外进行销售，利润就这样被合法的从合资公司这的大池子里，用关联交易的方式源源不断地转移到了家族控制的私人水库里。最典型的就是由宗馥莉挂名，但实际由杜建英系掌控的宏盛饮料。宗庆后就这样在阳光下的娃哈哈集团之外，悄无声息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隐秘的、完全属于自己家族的影子帝国。而外资达能控股的娃哈哈集团其实早已被逐渐掏空了。到2005年，宗庆后和杜建英建立的体外循环的影子帝国，总资产已高达56亿，年利润超过10亿。达能总部终于从连年惨淡的财务回报中嗅到了不对劲，他们发现自己可能被这的中国企业骗了。达能多次要求查阅公司账目，对合资公司进行审计，但宗庆后作为合资公司一把手直接拒绝，因为他知道这些一旦被达能查阅并锁定证据链，不仅自己掏空公司的事会败露，还有可能被达能以职务犯罪名义起诉，自己恐有牢狱之灾。但忍无可忍的达能派出了调查组，一个惊人的商业骗局浮出水面。中国经济环境混乱，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不讲商业信用的形象也由宗庆后一手奠定。2006年底，宗庆后掏空公司的事情败露，达能愿意出价40亿人民币，试图收购这些影子公司，双方一度达成协议。但在2007年1月，宗庆后突然反悔，拒绝了收购。因为他发现了在从小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中国，自己之前创办娃哈哈时使用的民族主义大旗，可能会为自己再次出奇制胜。他非常自信，他比达能更懂得如何利用中国人。是达能并购娃哈哈，还是宗庆后因缺乏职业道德，身陷囹圄，身败名裂，亦或是还有盘外势力扭转战局，战争一触即发。下一集，宗庆后将如何面对欺诈的指控，巧妙地将一场商业违约纠纷上升为保卫民族品牌的爱国行动，而达能的绝地反击又将如何意外地揭开他不写首富人设背后关于美国绿卡、巨额秘密收入和家族成员国籍的惊天秘密？请点赞、关注、订阅狗丁猫，我们下一集继续讲述娃哈哈金钱帝国的故事。